要知道，万火神域乃是9道神火的领域，任何其他火焰都无法进入其中，而地炎乃是唯一能够进入其中的火焰。当然，这是因为萧炎是神火所选中之人，万火神域自然不会排斥萧炎体内所拥有的东西，而且地炎也能够在神火的领域中获得火神之源的淬炼。如果地炎能够抵抗住火神之源的洗礼，自然也会得到更强的火焰力量。如今神火之下，地炎实属最强的火焰了，它乃是融合了22道异火和20道圣火，其恐怖的威能无与伦比，破坏力极其的强大。但是不知道为何，萧炎在尝试幻虚神火与地炎融合时，竟然并不能融合与地炎之中，只能融合几分钟的时间，然后时间一过就会再度分离。就算是焚诀功法再怎么催动到极致也做不到，这一点让得萧炎有些匪夷所思。焚诀本就可以融合天地万火，为何在融合幻虚的时候，竟然有一股极度排斥的能量？这是怎么一回事？萧炎看着手掌之上的2道火焰，过了很久都想不通，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小子，你竟然想要将神火彻底的融合地炎之中，那是不可能做到的，就算有焚诀功法也不行。这时候焚老的声音传出。焚老，萧炎应了一声，然后继续开口道：这是为什么？此前从来不会有这种事情发生。焚老似笑非笑地摸了摸胡须道：那是因为神火它是万火之中的神，拥有非常恐怖的火神之源，而这些火神之源可不是其他火焰能够驾驭住其中的能量，就算是你的地炎也不行。想要融合神火，必须是对等的神火才行。之前能够让地炎和幻虚融合成神怒火莲，那是因为只能维持几分钟而已，想要彻底的将幻虚融入地炎，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现在要做的不是融合幻虚，而是寻找下一道神火，而排名越靠前的神火越是恐怖如斯，每一道神火的威力都足以令神奇都为之忌惮，甚至都想得到这等神物之火。闻言之后，萧炎这才明白了自己为何用尽所有的办法都无法将幻虚神火融入地炎之中。本想着将幻虚神火与地炎融合之后，会让地炎得到一个质变，达到更加恐怖的层次，可现在似乎这办法行不通了。不过刚刚听着焚老所说寻找下一道神火，便是想起了当时在古元天的时候，祖龙说起过，他来到古元天就是因为那道神火的缘故，因为那道神火的毁灭破坏力极其的惊人，毁了大半个万兽神界。当时就算是祖龙与另外双龙联手，也无法彻底的将其压制，最后只能施展出一道神法，并且利用了3大神兽的兽心之源，爆发出了极为惊人的力量。他有机会将这道差点将整个万兽神界毁灭一大半的恐怖火焰给分裂后，并封印了起来。但是由于神法的强大力量与这道神火在对抗中的能量过于强大恐怖，直接形成了一道能够吞噬万物的黑洞，而祖龙一不小心就被吞噬了进去，最后便是通过这种黑洞被传送到了天元界的古元天之中。想到这里，萧炎的脸上挂着特别想知道万兽神界中的那道神火究竟是9道神火中排名第几的神之火焰。不过焚老说的也没有错，既然无法将幻虚神火彻底的融合，只能去寻找第2道神火了。如今拥有了神火排名第9的幻虚，便是能够让自己的修为境界提升至神指境。如果日后再吸收一道神火，那么也不知道自己的修为实力会提升至何等的新高度。但是想要前往万兽神界，必须在这段时间里继续修炼自己的神之肉体。虽然目前神力无法提升，那么只能在万火神域中提升一下自己的神之肉体力量，或许能够让自己这第3序列之位的神体成为堪比第2序列之位的神体也说不定。只有这样，才能够在日后飞升第1等级世界，参加招揽神会，获得前10的名额，才有机会被其他神势力所关注。不然没有进入前10，那么没有得到各大神势力的丰富资源培养，只能成为第1等级世界中的流浪者，在神之路的修炼中就没有了优势，等待这些流浪者的只有被欺负欺压的份。旋即萧炎也全身投入在火神之源，淬炼自己的神之肉体。与此同时，林动与沐尘2人也没有落后，他们也在为2年后的招揽神会去冲击神指境，如不然就会失去这次招揽神会的参加资格。为此他们2人也再度在紫衣晴和王熙的意见下，4人回到了天元界。目前也只有天元界的归墟岛才有一些神元之气供给他们2人的修炼，可是想要在归墟岛花2年的时间就突破神奇境，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他们2人也遇到了难题。第2等级大界之首天元界归墟岛的一处山脉之中，这里汇聚了天元界所有的神元之气，不过依旧不能让林动沐尘2人突破神指境，因为实在是太过稀少了。看来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不仅无法突破神指境，还会浪费多余的时间。林动吸收完最后一丝的神元之气，缓缓地睁开双眼，沉声道。在林动的对面还有一道身影盘坐，正是与林动一起来到天元界的沐尘。距离招揽神会越来越接近了，我们到时还没突破神指境的话，就没有资格参加了。林动的双目微眯，望着远处，因为就在刚刚，他感知到归墟岛的中央区域竟有一股极为特殊的炙热气息。那是……林动的目光猛然一缩，沐尘似是看见林动的异样，便疑惑地问道：林动兄，怎么了？我感应到在那处地方似乎有一股特殊的炙热气息。林动回答：走，我们去看看。说完，
牧尘的身影便是消失在此处。灵动也是紧跟其上，两道速度极快的流光朝着归墟岛的中央区域暴掠而去。不到一会儿的功夫，灵动牧尘的身影便是出现在了一处最高的山峰上，目光直视着下方一处山洞。这不是之前萧兄在晋升成神的那个山洞吗？灵动发出一道惊疑之声。的确，难道说在这个山洞之中有什么东西存在吗？牧尘也是不置可否的出声道。两人为了一探究竟，便是纵身一跃，来到了山洞之中。而他们越靠近山洞深处的时候，越是发现周围的空气中都被一股炙热的气息弥漫着。这是怎么回事？这股炙热的气息，难道是萧炎兄此前在突破神指境的时候留下的火属性能量？牧尘边走边好奇道。而灵动则是感觉到此火属性能量并不是萧炎身怀的那两种火焰所遗留下来的，而是另外一种火焰的气息。待得两人走到山洞深处的时候，眼前的一幕顿时让他们二人都为之震惊了一下，因为他们看见了一道散发出火属性的火芒身影盘腿而坐，但是对方是背对着他们二人，而那股炙热的气息就是从这道火芒的身上所散发出来的。你们二人终于来了！一道苍老的声音自那火芒的身上传了出来。灵动牧尘二人也是在第一时间开始警惕了起来，因为对方的气息非常的强大，能够在一念之间就可以将他们二人瞬间击杀的感觉。你们不用害怕，我不是坏人。火芒身影开始缓缓地转过身来，对方的真面目便是出现在了他们的视野之中。在灵动牧尘看清楚对方的容貌后，竟是一位没有见过的苍老陌生人。不过这老人似乎很强很强，而且这股气息比起之前的先天神都不会差多少，甚至从某方面来比较，这位火芒老人更加的有特别之处。晚辈见过前辈，不知道前辈怎么称呼？灵动牧尘二话不说，直接拱手示意。面对如此一位神秘的老人，他们想要动手或者逃跑几乎都不可能是对方的对手。既然对方都说了不是坏人，那么他们也只能先看看情况了，如有变故他们再做应变。老夫乃天元界的世界之灵。火芒看着灵动牧尘二人，旋即就将自己的身份介绍了出来。世界之灵，难道与当年自己在天玄大陆时与那位面之灵一样的物存在不成？灵动心中开始思索着，难道前辈是天元界的意志？牧尘似乎也知晓了其中的意思，便是出声确认道。而那位火芒老人也并没有否认，和善的一笑。正是，我便是天元界的意志，只是我化成了你们人类的模样。这可让的灵动和牧尘更是吃惊起来，没想到世界的意志竟然能够化成人类的模样出现，这还是第一次遇见。当年灵动在成为天玄大陆的位面之主时，也不曾看到那位面之灵化成人类模样，就算是感应到大千世界的世界意志，也仅仅是召唤出苍穹榜而已。如今这天元界的意志竟然能够化为人类模样，出现在他们的眼前，而且还是主动现身，并不需要自己去感应这道意志。你们二人虽然不是天元界的人类，不过此前你们也同我们世界的诸天生灵共同抵御了先天神族，拯救了天元界，也算是欠你们一份恩情。你们似乎想要在2年之内突破神奇境，对吗？火芒老人看着灵动牧尘二人的天赋异于常人，想要帮助他们一把，也算是还了他们此前拯救天元界的一份恩情。灵动牧尘见到对方这么说，便是点点头，他们的确很需要能够在2年内突破神指境。前辈你难道有什么办法？灵动那双深邃的漆黑眼眸中散发出一抹金光，似乎看见了希望一般。牧尘也是如此，他们二人直勾勾地望着眼前这位唯一能够给他们带来希望的火芒老人。办法倒是有办法，毕竟我乃是天元界的世界之灵，从天元界诞生以来，我便有这方世界的所有能量，足以能够让你们从准神境突破至神指境。火芒老人非常自信地开口道，这让灵动和牧尘二人都感到有些震惊。没想到天元界之中还隐藏着如此强大的意志，如果真的能够让自己的修为突破神奇境，那今日的这个机遇还真是可遇不可求了。那就多谢前辈了。灵动牧尘二人立马拱手弯身感谢道，这天元界不愧是第2等级之守卫的世界，在这最后的关键时刻竟是还有雪中送炭的好事。你们也不要高兴太早，神指境不是那么好突破的，想要突破神指境，必须先超脱苍穹榜，纳入神列，才能成为真正的神器。而我这里有一颗神元之气，经过岁月的沉淀之后，形成了神元晶体，其中的神元之气无比的精纯浓郁。如果你们天赋卓绝，吸收完其中的神元之气，必定够你们2位成神，但也不是那么好吸收炼化的，一旦不小心，就会被其中的磅礴神元之气给反噬也不一定。你们能否超脱主宰之上的神之领域，就要靠你们自己的造化了。火芒老人说完，便是伸出手掌，在其手掌之上，便是浮现出一颗拳头大小的蓝色晶体在旋转。那就是神元之气经过无数岁月后沉淀下来的神元晶体吗？我已经感受到一股无比磅礴的精纯神元之气了。灵动牧尘二人见到那神元晶体的一瞬间，就连他们都是彻底的瞪大了眼睛，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感受过如此精纯磅礴的神元之气。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们二人仅仅靠着神元晶体中的神元之气，便是能够有机会冲击神指境。见到灵动牧尘二人那一抹激动的神色，火芒老人直接给他们倒了一盆凉水，道：等你们日后飞升第一等级世界后，在那高级的世界中，这神元晶体中的神元之气与那第一等级世界中的神元之气相比之下，神元晶体里的神元之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什么？如此磅礴精纯的神元之气，竟然与第一等级世界中的神元之气比起来，竟然还只是冰山一角。这里的灵动和牧尘也在此刻收敛了一点，收起了刚刚那一份激动的情绪。看来真的是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通往天星之地的天梯并不是直线，而是蜿蜒曲折，犹如在走陡峭的山路一样。细长的天梯上没有其他人的身影，只有他们三人迈着健步如飞的步伐，继续朝着天梯尽头前进。距离天星之地还是有一些距离，但不能飞行，也算是在考验你们成神后体内是否还存在一丝人性吧。只有彻底的脱离人性，才能够有资格飞升第一等级世界的几率。我在天星之地等你们。那道朦胧蓝色身影说完最后一句话后，便是消失不见了。看来天星之地的这个规矩，也是为了锻炼成神之后的那些神奇，是否已经彻底的脱离人性。如果还有存在人性，那么走这3天的天梯必定会心性疲惫不定，因为这个天梯不是普通的天梯，在走这天梯的时候，自身便是比平时重了100倍的重量。所以如果不靠飞行的话，徒步登顶，听人如果存在一丝人性都不会成功。所以既然他们已经成神，必须褪去所有的人性，替代的便是神性，这才是一位合格的神奇。只有合格的神奇才会成功飞升第一等级世界。萧炎三人徒步登天梯，就算有着100倍的重量加持自身，也无法阻止他们想要飞升第一等级世界的念想。所以在经过1日、2日、3日，他们3道身影终于是到达天梯的尽头，还有100米的距离。不过就算是有着坚韧的意志，经过3天徒步登天梯，很显然可以看出萧炎灵动牧尘的脸上也一丝变化，可以感受到他们的气息有些扰乱。还有10步，萧炎三人看到天梯的尽头处，马上要登顶了，心中异常的兴奋。8步、5步、3步、1步，恭喜你们成功的通过第一关。看样子你们体内竟然还有一丝人性，那么接下来才是让你们彻底脱离人性的关键。又是那位守护神的声音从某一处空间里传荡而出，传入萧炎他们耳朵之中后，也是顺利的完成天星之地的第一关考验。这里就是天星之地吗？萧炎、灵动牧尘三人也被眼前的一幕给震撼到了。这里就是无数道蓝色的云组成后的世界，四周竟是没有任何的物质，唯有一处一望无际的蓝色之水，犹如是蓝色海洋。而且这海洋之中竟然有一股极为特殊的能量，这股能量能够让自身陷入迷茫，同时如果能够在这迷茫中找到出口，便是彻底的拥有完整的神性，便可飞升第一等级世界。你们现在所看见的乃是神性之海，待会直接进入这神性之海之中，只要你们能够承受其中的能量，超过1天时间，便可直接飞升第一等级世界，直达此次招揽神会的天神山。想必那里现在已经有着诸多的神器等候神会的开始了，你们3位也得抓紧时间了。此话一出，也是令得萧炎、灵动、米醋三人不敢怠慢，直接纵身一跃，咚，3道跳水声激起了水花，一道道涟漪水波便是朝着四周扩散而去。在他们3人进入这神性之海后，便是有一股热气进入他们的体内。明明是海洋，为何如此的炎热？很快3人的表情便是微微一凝，当即催动起自身的神力，开始抵御其中的热气入体。不过他们便是发现，确实用神力抵御周围的热气，竟然让他们更加的难受起来，一股被烈火焚烧了一样。看来不能用神力抵御了，既然是想让我们彻底脱离人性，就必须承受住3个小时的这股热气入体的冲击。萧炎似是已经发现了其中的奥义所在，便立马收回神力。灵动牧尘见状也是如此，不过任由这股热气入体的时候，同样是非常的艰苦。如果是其他人的话，恐怕很难承受这一股被烈火焚烧一样的感觉。但是他们3人乃是经历过生死，走在生死边缘处的人，这点磨难对于他们3人来说却是没有一丝的影响。经过时间的推移，原本非常平静的海平面竟是沸腾起来，不断的有着水泡浮现，并且还带着水蒸气不断的上升。最后这些水蒸气竟然朝着萧炎、灵动牧尘的身躯笼罩而去，一股炙热的气息再度不断的飙升起来，令得他们的眉头微微紧皱，似乎就算是他们此时都有些快承受不住一般。看来想要彻底的褪去人性，似乎并没有那么简单，在这个过程中才是最重要的一环节。或许在这之中必须重新经历一次人性的一幕，也就是在人性中如何走出来。只要在这3个小时内走出人性，才会彻底脱离其中，获得神性。可以不难看出，他们3人正在经历人性的一面，因为他们的眉头越皱越紧，似乎有那么一瞬间竟然想要从神性之海中脱离出来。如果一旦从神性之海中脱离，那么就无法飞升第一等级世界。想要飞升第一世界，必须褪去人性，只有拥有神性的神奇才有资格飞升。虽然1天的时间对于他们正常来说几乎是可以忽略不计，可是在这1天的时间里，受到神性之海中的这股热气入体，简直是非常的煎熬，1日如年一般。看到萧炎、灵动牧尘3人在神性之海中的煎熬模样，
无处不在的天星之地守护神，一副能够看穿人心一般的眼神，直勾勾地瞭望着下方。这3人的心性竟然能够达到这般程度，比起之前的那2位，似乎更加的坚韧，真是有点意思了。一天的时间悄然而过，神性之海越来越沸腾，犹如是煮开的水一般。可见萧炎、灵动、沐尘的额头上有着诸多的汗珠滴落，但此时他们并没有出现什么之前那种痛苦煎熬的表情，取而代之的竟是没有任何情绪的色彩，犹如已经褪去了人性。现在他们怕是已经拥有了神性。突然间，他们3人的眼眸同一时间睁开，一股没有丝毫人性的情绪波动，更多的还是来自神奇的神性波动。看来成功了，而且时间比之前那2位更加的久一些。这样的场面已经有数万年的时间没有发生过了。如今的天元界又恢复到了和平的时期，10天也正常的运转，其中的气运也是持续的缓缓提升，其中的神元之气也比起之前更加的浓郁几分。没想到经过先天神的那一场灭界之战后，所有天域都变得更加生机勃勃，万物重生。归墟神殿一处宏伟的大殿中，4道身影落在豪华的龙椅上，但他们的目光却是看着归墟岛的方向。他们已经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归墟岛上的神元之气变得非常的浓郁起来。他们2位竟然真的能够在那里获得突破神指境的机会，此2人天赋不一般啊！金锣鼓神一脸笑意，哈哈，确实，而且他们2人的天赋不比萧炎差，没想到这么快又追上了率先他们2人一步成神的萧炎步伐。苍渊古神也对于灵动、沐尘2人展现出来的天赋给震撼到了。一旁的赤鸡古神与地龙古神并没有作答，同样的，对于这3位天元界的守护者，有着令他们这些老牌人物都只能震惊的远远看着这些后起之秀的惊人成长。同时，在他们的心中，希望灵动、沐尘2人能够顺利成神。而就在4大古神在彼此交流时，他们的双目忽然一眯，因为他们此刻感觉到天地间似乎有着一股异样的波动传出，而且顿时席卷了整个归墟岛，甚至以归墟岛为中心，那股强大的异样波动急速地朝着四周传荡而开，连空间都带起了涟漪的波动。在4大古神有所感应后不久，整个天元界都是忽然的震动起来，天地元气翻腾不休，而且在这其中还有着另一种力量，那就是神之力量。怎么回事啊？各大诸天域的顶尖强者也是察觉到了这等变故，当即惊声道。李隐和暗令还在一处山峰之巅聊天喝茶间，却是被这一变化影响，缓缓地站起身来，他们的目光望着虚空，仿佛是穿透了空间，看向了这等强大异样的波动传来之地。然后2人当即微微一笑道：这一天终于来了。没想到他们2人竟是成功的超脱苍穹榜，纳入神列了。在他们2人声落下时，另一处的鸟语花香之地，武神域的武废以及紫翼晴、王熙、李光等人皆是面露惊异之色。不过他们此时心里都明白，这是人类蜕变成神的征兆，以及诸多天域的各大大尊以及天元界的无数生灵都是有所感觉，陡然抬头，然后他们便是震撼地见到神秘的垂云光幕从天而降，赫然是那苍穹榜。而此时在那苍穹榜上，2道完整的姓名缓缓地凝现：灵动、沐尘。然而在这4个字体上竟然散发出无数颗粒的光点，同时有一道神圣的光芒自字体中散发而出，在众人那震撼的目光之中，灵动、沐尘这4个字体竟是在苍穹榜上无限的变大，片刻间竟是脱离了苍穹榜。也就是这巨大的4个字体脱离苍穹榜之后，在那更遥远的虚空上竟是出现一道一望无际的璀璨银河，银河周围竟是散发着无数颗粒的光点不断的上升，而在那银河之中，竟是隐隐感觉到有无穷无尽的神圣力量即将从里爆发出来一般。然而下一刻，一道神圣之光从银河内爆射而出，笼罩在这万里的虚空之上，一股神秘又强大的神之力量竟是源源不绝地从那神圣之光中散发出来。最后那巨大的4个字体竟是化为星光，朝着神圣之光而去。在星光彻底地融入神圣之光中时，有着2道伟岸的身影从神圣之光中缓缓地浮现，凌空而立，掀起无数道神之光芒，同时令得这处空间中的元气驱散，取而代之的便是神元之气。等待着神光散去后，2道熟悉的身影便是映入众人的眼帘之中：灵动、沐尘。此时4大古神也是从归墟神殿中化为流光急速掠来，然后抬起头，冲着此时的灵动、沐尘抱了抱拳，恭贺的朗声仿佛是能够穿透天地一般，震撼无比。恭贺2位纳入神列，踏足神之路。灵动与沐尘也是一笑，遥遥的4大古神点头抱拳。天元界中响起无数的欢呼声，然后众多天至尊和主宰境的强者眼露尊崇与艳羡，他们知晓从今日开始，灵动和沐尘2人已然顺利成神。天元界中又继萧炎之后，诞生了2位神奇，无数生灵都是齐刷刷的眼露羡慕之色，特别是一些最强主宰巅峰的顶尖强者，其中特别是李隐和暗令，他们已经触及到准神境的门槛，但是想要纳入神列，几乎还是做不到的事情。就连准神境的那些大尊人物都是如此，虽然有着羡慕之色，最多的还是恭贺之声。毕竟天元界在灭界之战中能够幸存下来，多亏了萧炎、灵动、沐尘3人，如果没有他们共同联手诸天强者，
抵御先天神族，恐怕这方大界早已经被先天神统治，那将会是噩梦般的开始。如今天元界能够有神之资源，培养出拥有如此强大天赋的天命之子，日后不管是对天元界还是千元界，只要有这3位守护者镇守，必当会昌盛一载，永不没落。天元界的另一处世外桃源般的景色，4尊之神齐聚于一座巨大的庄园中，感受到千元界之中充满着可怕强大的神元之气，便是知晓其中的原因。看来我们天元界又培养出了2位神奇。祖韬之神吞吞的眼神散发出异样的光彩，他们的天赋真是强大，竟然真的在这2年内的时间里冲击到了神指境。这种强大的天赋已经比肩当年的元尊了。说话的是吞噬之神赵牧神。千元界可当真诞生出了3位天命之子啊！剑神李纯君都是一声感叹。有意思，我在他们3人的身上似乎看到了周元当年的影子了。作为当年苍玄天苍玄宗的优秀弟子，楚清与周元也是接触了解最多的。4尊之神对于萧炎、林动武陈3人的评价也是非常高，能够击败第1序列的先天神，自然是超凡般的存在。